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做完家务活，小半天过去了，我瘫在沙发上，趁空休息会儿。要不了一会儿，上补习班的儿子和周六加班的老公就都该回来了。当然，这都是我根据以往的时间推算的。今天老公主动请缨，要接送孩子的时候，我还往外窗外看了看太阳，差点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的。不过老公能有这样的举动，我很开心。儿子都10岁了，这是他头一次要接送孩子。我突然就觉得日子没我想的那么坏，老公还是关心我在乎我的，可能是老夫老妻久了，早就磨没了当初热恋时的热情。叮，手机突兀地响起，一条微信消息跳了出来，是老公发来的。这倒是稀罕事，最近2、3年，他可从来没有主动联系我，就算是我主动发消息给他，他要么不回，要么精简的文字敷衍了事。我能明显感受到他对我的厌烦。只是当我质问他的时候，他总说工作太累，就不过多解释了。我也想过，是不是他有了外遇？但我偷偷查看过他的手机，一点搞外遇的蛛丝马迹都没有。看着破天荒的消息提醒，我愣神了片刻，才好奇地点开了微信界面。老婆，来云亭大酒店1102房，有惊喜。我反复确认了3遍，才完全平静下来。真不是别人乱拿手机开玩笑，真的是陆丽给我发的消息，语音里的声音，我绝对不会认错。我握着手机回复的时候，手都是抖的。我马上道，我也记不清多少年没有再收到过他给我的惊喜了。很多时候，我都觉得自己真的成了黄脸婆，毫无魅力可言。为此，我把做兼职的钱全都拿去买了护肤品。可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总算是等到了老公开窍。原来他一大清早那么反常，是为了给我制造惊喜。这意思是觉得家里不太方便，所以约在了酒店。我暗暗琢磨了一下，觉得是这样没错了。那个酒店离我们家不远，我出门买菜的时候正好能路过。我很清楚，那就是一家情趣酒店。平时我也看到过不少年轻的情侣从里面进出，没想到36岁的我竟然有机会感受一下年轻人的疯狂。还别说，我心里竟然还有点雀跃和期待。毕竟因为儿子的缘故，我和老公很久没有同房过了。这该不会就是老公今天要给我的惊喜吧？我梳洗打扮了一番，换上了我认为的最漂亮的衣服，就出了门。因为怕老公等太久了着急，我还特意打了车过去。很快，我就到了1102房的门口。我压下心中的急切，抬手敲了敲门，只觉得心里的激动都化成了一团火，变得燥热。很快，房门打开，陆丽的脸出现在了门内。四方的脸上比年少时多了胡茬和肥肉，但脸上难得一见竟挂着笑，依然是肉眼可见的稳重模样。正是这种气质，当初让我为之着迷疯狂，所以当年他一开口求爱，我就立刻答应了。这几年生活的重压让他时常绷着脸，极其的严肃，即便是回到家，也和我说不上10句话。如今再见这种温和的模样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直接扑了上去，双手攀住了他的脖子。呵呵，没想到力哥和嫂子到现在还是感情似火，要不要我先回避一下？一道爽朗的笑声带着几分的揶揄，瞬间浇灭了我心中的火焰。我不由得朝着屋里看去，这才发现一个穿着休闲的男人探出了脑袋，正笑嘻嘻地看着我俩。那男人我认识，是陆丽的朋友萧泽。倒是没想到
他今晚竟然也在这儿，我瞬间社死，尴尬的直抠脚趾。就是我脸皮再厚，这时候脸上也是火辣辣的一片。呵呵，真巧。我触电般的缩回手，顺便抬起了一只，干笑着打招呼。说完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啥，只是心里却恨不得骂死这个不识趣的萧泽。陆丽很自然地转身，一点也没我这样的尴尬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觉得他好像恨不得立刻离我远点，似乎很排斥我的亲密接触。甚至他都没跟我解释萧泽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。我既郁闷又不解地跟着陆丽进了屋，心里的欣喜都被泼灭了一半。走过玄关，原本被装饰柜挡住的视线豁然开朗。老公开的房间是一间2级总统套房，里面配了餐厅、客厅。踏进客厅，萧泽正蹲在地上，在地毯上摆放玫瑰花瓣，看样子是个还未完成的新型。挨着的餐厅里摆放了一个长方形的餐桌，白色的桌布干干净净，刀叉等用餐器具一应俱全摆放好了位置。餐桌两头放着金色的烛台，烛台上点着蜡烛，桌子中间的边缘位置放着一大束玫瑰花，红艳艳的，像是女人害羞的脸。挨着的是2瓶红酒和透明的高脚杯。只这一会儿，我就明白了萧泽为什么会在这儿。看来刚刚纯粹是我敏感了，没想到严肃的冰块老公真要用心起来，完全让人招架不住啊！如果不是萧泽还在，我真想过去抱着冰块老公亲一口。嫂子，这么布置，你喜欢吗？萧泽摆放好最后的几朵玫瑰花瓣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我敷衍地笑了笑，当然喜欢。也不知道是我多心还是什么，总觉得萧泽的眼神直勾勾的，让我很不舒服。偏偏陆丽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完全没反应。她不干涉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是心里暗暗希望萧泽能赶紧离开。我强行压下心中的不适，主动地坐在了陆丽的身边，伸手挽住了她的手臂。老公，咱们还是开饭吧，要不菜都凉了。陆丽有一瞬间的慌乱，不等我看过去，就迅速地将手机熄灭，快速地塞进了口袋。那紧张的模样让我心里疑窦丛生。要不是他今晚这么煞费苦心弄这么一出，我又该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小三是我没发现的。陆丽像是没察觉到我异样，很是坦然地走向了餐桌。咱们开吃吧。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，但见陆丽这样只当是自己多心，也并未追问，只是偏头看向了萧泽。我都这么说了，萧泽也是个聪明人，应该能听得出我准备送客的意思吧。但凡是有点眼力见的，碰到人家2口子烛光晚餐，都得识相退走。但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。萧泽竟然很是自然地拉开了餐桌的椅子，脱了外套搭在靠背上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那模样就像是这是他的主场一样，我都想口吐莲花。陆丽看我不动，略有不满地看过来。胡英，愣着干什么呢？萧泽忙了这么久，你不过来敬一杯吗？我敬你奶了个腿。当然，这话我终究没敢说出口。这些年，我在家事事顺从陆丽，在外人面前就更不会驳斥她的面子。我慢慢地走了过去，原本的好心情又瞬间消了一半。陆丽这个狗男人，真是一如既往的让人失望。我醒好了酒，倒了一杯端给了萧泽，自己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径直举杯。萧泽，谢了，我敬你。说完，我一口喝下，而后就放下了酒杯，看向了陆丽，晚餐你们吃吧，我去接儿子。儿子在哪儿？这种3人烛光晚餐，
我真是头一次见。从陆丽毫无作为的那一刻，我就憋了一肚子的火。这会儿能这么心平气和地说话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萧泽摇晃着酒杯，看着我坏笑了起来。嫂子，这是觉得我坏了你们的好事，在跟力哥置气吗？我没回答，只是暗暗翻了翻白眼。他放下了酒杯，站起了身，走到了我的身边，双手突兀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，轻轻地将我按回到了座椅上。我穿的露肩长裙，那手指划过我的肩头的触感是那么的清晰。我明显感受到萧泽的手指在我肩膀上划过的时候，放慢了速度，如同摩挲一般。但就在我准备臭骂他一顿时，萧泽的神色却又那么的坦然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我都忍不住怀疑，难道又是我多心了？嫂子，大侄子在隔壁呢，我只是讨杯酒喝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说着，他伸手拿起了外套，收了烟盒，朝着陆丽打了个招呼，就往外走去。我愕然地听着关门声响，听着脚步声消失，才完全回过神来。尴尬了，又误会了。我不由得歉疚地看向了陆丽，老公，那啥，我误会他了，不是故意生气让你难堪的。以往遇上这样的事，总是我先低头认错，陆丽才会搭理我，所以这一次我还是得有自知之明一点。陆丽嘴角噙着笑，似乎心情不错，罕见地摇了摇头，又给我倒了一杯红酒。咱们夫妻俩有什么好道歉的？来，再喝一杯。我感觉眼前都有些恍惚，头有些发晕。这真是我老公？又是这种温和的笑，我完全抵挡不住，伸手接过了酒杯，又是豪饮而尽。这感觉像是又回到了我们恋爱的那年。我一点也不担心喝酒会耽误今晚的好事，连陆丽都不知道，我可是千杯不醉。只是放下酒杯的那一瞬，眼前的陆丽一下子多出了4、5个，摇摇晃晃地笑着，温和的笑境突然变得狰狞。意识消失前的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红酒酒劲这么大。当我再醒来，是感受到身上猛地一重，让我有些窒息。我晕晕乎乎的，但意识还算清醒。他的一只手已经按压在了我身前，不老实的摩挲。也许是过于急切，另一只手的动作开始粗暴起来，猛地撕扯着我的衣服，连拉下侧面拉链的耐心都没了。我倒是没想到，老公竟然也会有这么饿狼扑食的时候。老公难得这么热情，之前我在心中涌起的不快瞬间就烟消云散了。我主动攀上他的脖子，嗔怪道：老公，你想我陪你，也值不当给我下药啊？咱们都老夫老妻了，还玩得这么花？说着，我已经抬起了头，凑了上去。反倒是身上的人突兀地停住了动作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在黑黢黢的房间里飘荡。我鼻息凑近他的脸庞，突然顿住了动作。他的嘴巴里有浓浓的烟味，我对烟味近乎过敏，陆丽早就戒烟了。她不是陆丽，这个认知吓得我一身冷汗。我脑子瞬间就乱起来了。我喝的酒被下了药，那陆丽喝的是不是也有问题？下药的人安的什么心？是想侵犯我，还是想偷我的孩子，顺带对我起了色心？不管是哪一种，此刻他们一定都很危险。这一刻，我脑子也彻底清醒了过来。趁着那人还没有任何回应，我攀着他的脖子的双手突然发力收紧，同时双脚直接踹在他的下腹处，浑身的力气爆发，直接将人踢飞。惨叫声随之而起，屋子里的灯陡然亮了起来。不等我去看那恶人是谁，一道阴沉的熟悉的厉喝声就响了起来：胡英，你干什么？我本以为屋子里还藏着那恶人的同伙，却没想到
开灯的竟然是我老公。更让我感到无比震惊和尴尬的是，床角的位置，儿子竟然拿着手机，镜头对着我，一边皱眉一边恶狠狠地吐槽：“靠，你这女人怎么回事？就不能好好配合一下？我的超级大片没了！”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儿子，好像这10多年第一次认识他一样。10多岁的小男孩，本应该是纯洁懵懂的年纪，可他刚刚说了什么？第一次，我心底怒火翻滚，直接上前抽了他2个嘴巴子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又伸手夺过了他手中的手机，换来的是儿子的哇哇大哭声，鬼哭狼嚎一般。可我已经不想去哄他了。我的脑海里已经浮现了一个我难以置信的真相，但我又没法相信自己的猜测。我颤抖着手点开了已经录了10多分钟的视频。视频里是陆丽搀扶着我丢在床上，儿子兴奋地呼喊：“萧泽叔叔，我妈妈睡了，你快来！”很快，萧泽就笑嘻嘻地进入到房间里，眼里的贪婪之色毫不掩饰，甚至还朝着陆丽竖了竖大拇指：“丽哥，厉害！只是你真肯让嫂子陪我？”陆丽漫不经心地回道：“一个老女人而已，没什么意思。偏偏你小子好这口，你喜欢就给你。不过你答应帮我升职的事，可别忘了。”萧泽嘿嘿一笑，一边回应一边走向了浴室。“丽哥，放心吧，我先去洗个澡。”视频接下来的内容我已经无心再看。我不敢深想，如果不是萧泽洗澡耽误了时间，现在的我是不是已经被侵犯了？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世界崩塌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像是有千斤大石挤压在心脏上，窒息、疼痛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我日日伺候陆丽，替她照顾父母，照顾她和孩子的1日3餐，到头来竟然只是她嘴里随便可以拿去兑换的物件。啪！清脆的声响响起，我的脸在力道的作用下偏到了一旁，麻木的脑袋才有了知觉，脸上是火辣辣的疼痛，左耳里一阵嗡鸣，像是突然中断的电视台发出的刺啦声，仿佛能隔绝一切的声音。我从痛苦之中苏醒，只看到陆丽面色狰狞地站在我的面前，嘴里也不知道说着些什么，最后传入我耳中变得清晰的只有2个字：贱人。我浑身发软，手脚冰凉，心口憋得厉害，感觉像是一条快要渴死的鱼，竟做不出一丁点的反抗来。我知道，固然有药物的作用，更多的也是心死的缘故。这几年，我和陆丽的感情早就不复存在了，可我还是愿意自己骗自己。最让我心存希望的是，自从儿子8岁之后，陆丽每天晚上都会带孩子躲进书房里，一待就是1、2个小时。我以为是陆丽心疼我辛苦，纵然他人冷淡，对我颐指气使，但我还是愿意一如既往地对他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把我拱手送人，任由旁人侵犯。就连儿子竟然也被他拉来做了录像，那兴奋的模样让我根本不敢深想。贱人，你还不赶紧过来扶一下萧泽！陆丽阴沉着脸，一双眼透着寒气。我知道那是他发怒的前兆。以往的时候，他一旦做出这样的架势来，我都会立马乖乖认错。可现在想起以往的自己，我竟觉得蠢得可笑。眼下心忙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还能不醒？回忆像是一桶油，浇在了我心头燃烧起来的怒火之上。我豁然起身，走向了陆丽。陆丽将萧泽扶到沙发上坐下，见我过来，一脸的高傲之姿。你是知道错了，还不赶紧过来好好的给萧泽赔礼道歉？我看着他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脑子里竟然前所未有的清醒。
当初我也是全国跆拳道大赛的亚军，风光无限，身边也不少的追求者。可我偏偏看上了陆丽，喜欢她少言寡语的沉稳，却没想到她竟然是假面禽兽。见我没说话，陆丽以为我是默认了她的责备，话匣子又打开了些。既然你酒劲消了，我也不瞒你，萧泽喜欢你是你的福气，你以后只要能让萧泽满意，我就还养着你。我强压下心中的怒火，冷笑一声：陆丽，你这是自己要主动当绿毛龟。眼前的男人，我只觉得万分陌生。我也很好奇，究竟是什么让他变成了这样？还是说，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？陆丽的脸再次沉了下去。胡英，说话不要那么难听。你要是不想我和你离婚，那就乖乖听话。这些年，我爱陆丽爱到了骨子里，最怕的就是她跟我离婚。没想到，陆丽竟然会拿着我对她的爱当作是威胁。如果是之前，可能我的确是会乖乖的认错。但刚刚，我心瞎眼盲的毛病都已经治好了呀。我好想现在就一脚踢在他的下巴上，打掉他几颗牙齿，让他闭上嘴巴。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确认，我不能这个时候毁掉这唯一的机会。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陆丽，难道你不担心你这么做会让儿子接受不了？陆丽顿时笑了起来，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着我。你可真蠢，儿子要接受不了会主动请缨为你录像。我身体颤了颤，哪怕亲眼所见，但陆丽的话还是让我心如针刺穿了一般。自从儿子每天晚上跟你躲进书房，脾气就变得暴躁古怪。那么多的晚上，你带着他究竟在干什么？我早就察觉到了儿子的变化，但陆丽始终拒绝和我沟通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不再亲近我，时常对我大吼大叫，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每次我出手教训儿子的时候，陆丽总是出面护着。很多时候，我也想去书房看看，他们父子两个究竟躲在里面干什么，但每次都被陆丽冷脸推出，甚至为此还拿离婚威胁，说我不给他们父子私人空间。所以，书房成了我的禁地。既然今天陆丽露出了真面目，那我势必要问个清楚。我不明白，我辛辛苦苦怀胎10月，陪伴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的儿子，怎么就在这2年突然变成了这个经常口吐芬芳、丑陋不堪的戾气十足的暴力孩子呢？在这个家里，他是我心头肉、手心宝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在离经叛道的路上越走越远，却始终拉不回来。我以为我能拯救他，可想到他刚刚举着手机的动作和说的令人发寒的话，我就没办法控制身体的颤抖。就算要放弃，我也要弄清楚儿子究竟是怎么了。当然，我也盼望着丑恶的陆丽起码还有一丝的可取之处。陆丽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我，儿子大了，男女之间的事总要了解一下。你这个迂腐的女人，平时什么都不说，我是他爸，当然要好好教教他。我如五雷轰顶，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男人。我隐约觉得儿子的变化和他有关，可他如此大方地承认，还恬不知耻的态度，实在是让我觉得恶心。也难怪他竟然想把自己的妻子拱手送人。我只恨自己和他生活的那些年都不知道他的真面目。要是可以，我一定把自己的眼珠子和心都拿出来洗一洗，擦一擦。既然事情都摊开了，那我也不兜圈子了。你好好伺候萧泽，只要他满意，你就还是我妻子，儿子的好妈妈。陆丽说完，又讨好地看向了萧泽。萧泽，我也没想到药效会这么短，不过你放心，这女人，
我让他做什么，他绝对不会反对。我漠然地看向了陆丽，残酷的真相消耗了最后的一丝希冀。此刻的陆丽，在我看来，就是这世上最让人作呕的人。可他好像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变化，依旧还在当着我的面洋洋得意地叫价卖妻。过往的种种冷漠，加上他那自信得意的笑声，像是导火索，彻底点燃了我心中压制的怒火。我突然出手，双手扣住了陆丽的肩膀。他意外且震惊地看着我，眼里都是愕然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觉得呢？我失笑一声，只觉得讽刺。为了追求陆丽，我放弃了国际跆拳道大赛的邀请，将我最热爱的运动放在了最后。说出去，恐怕都没人相信。谁会相信一个23岁就达到了跆拳道黑道7段的天才，会是个恋爱脑呢？当年提起我的跆拳道教授，都是一脸的可惜不舍。可我辜负了那些人对我的爱，一心扑入到爱河之中，甘心放低姿态，换来的却是陆丽的不珍惜和践踏。我心中的怒火在翻滚，在咆哮，滚滚的怒意化作力道，紧紧地扣在了陆丽的肩头，双手同时发力，直接将陆丽提了起来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陆丽的表情扭曲且痛苦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胡英，你冷静一点。他似乎也没想到我会彻底失控暴走，眼里流露出了恐惧。这些年，我闲暇时间就会去做兼职拳手，有时候也会去当一当教练。陆丽从来没有关心过我，所以并不知道我具体的工作。但此刻，他应该是真切地体会到了恐惧。我不为所动，目光冷冷地扫过想帮忙的萧泽和儿子，吓得他们都像鹌鹑一样缩起了脑袋。陆丽察觉到援救无望，恐惧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拼命地往客厅跑，一边跑一边叫救命。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一步一步地追上去。他逃不出这个屋子，我也要让他知道绝望是什么。陆丽慌张之下碰到转角的柜子，再次摔在地上，而我的影子也笼罩在了他身上。陆丽用哭丧一般的表情看着我，坐在地上不停地后退。胡英，不，老婆，我错了。我饶有兴致地蹲在了他身前。你错哪儿了？我不该玩卖妻游戏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听着陆丽的话，我只觉得无比的恶心。原本男女之事仅仅只是爱意表达，可是偏偏陆丽为了追求刺激，竟然不顾人伦，做出这样龌龊的事来。我不由得将目光移向了陆丽的下面。既然犯错，总要付出代价。陆丽更慌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起身朝着桌子上的剪刀抓了过去。那把剪刀原本是他们为了修剪带刺的玫瑰特意买来的。看着还明晃晃十分锋利的剪刀刀刃，陆丽声音都尖锐起来。你疯了？我笑着靠近他。你都已经疯了，还不允许我也疯一疯？说完，我一把手刀砍在他的脖颈上。陆丽虽然是男人，但在我的面前不过是个弱鸡。他的反抗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。我轻松地打晕了他，而后手起剪刀落下。啊！尖锐惨烈的叫声在房间之中回荡，血腥气随之弥漫，有温热的粘稠的液体溅在我的手上和脸上。我看到陆丽发白而充满恨意的脸，扭曲且恐惧地望着我，哀嚎声不断。萧泽一样恐慌地看着我，眼神里都是惧意。儿子也呆站在原地，如同木头人一样，懵懂的眼里有害怕，有迷茫，还有我未曾见过的恨意。你个疯子！你怎么能捡了我爸那里？我恨你，你去死！面对儿子的吼声，
我心里也没有那么难受了。从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刻，我就没打算再回头了。这世上，无论是谁，一旦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，那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我扔了剪刀，坐在沙发上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警察出警很迅速，我亲眼看着救护车把陆丽抬上了车，又将我和萧泽以及儿子带去了警局。我什么都没有争辩，只是静静地将发生的事情陈述了一遍，同时又把儿子录下来的视频交给了警方。事实调查很容易，只是1天的时间，所有的调查结果就全部出来。我被判处拘留10日，罚款200。出狱之后，我就申请了强制离婚。1个月后，我接到了负责办案的警察的通知，陆丽以聚众淫乱罪、强奸未遂、传播淫乱物品罪，数罪并罚，处5年有期徒刑。萧泽虽然是强奸未遂，但也判处了1年有期徒刑。儿子也被送进了少管所改造。我只希望他在接受教育之后能够重回正途，回到当初那个崇拜英雄、敬爱烈士、要好好学习的纯真模样。我也是事后才知道，陆丽带着儿子藏的书房里面存放了大量的色情视频。他带着儿子吸隐身在书房的那些天，并不是辅导儿子写作业，而是向儿子输送他那肮脏的价值观，还带着儿子观看了足足2年的视频。可惜当初的我瞎了眼，害怕他和我离婚，所以不敢跨越他设立的规矩，最终酿成了这样的恶果。只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吃。而我因为陆丽伤情鉴定为重伤1级，案件转为刑事案件，被重新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我所作所为事出有因，法官酌情轻判，并允许我被监外执行。我欣然接受了这样的惩罚。这世上啊，无论是做任何的事情，都不能完全的失去自我。无论任何的行为，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